今年7月，龙数量的预言让防灾避难的话题突然热了起来。住在宜兰海边的我们，也不断被朋友关心，要不要准备避难，导致不信邪的我们也跟着采买了一堆物资。结果时隔3个月，预言没有成真，防灾相关的话题也冷了下来。但是灾害和战争的阴影从来没有远去。我也一直觉得我们家并没有真正做好防灾的准备。上个月我看了一本书，叫做《专为孩子设计居家防灾的游戏式练习》。书中建议我们可以用游戏的方式做防灾演习，于是我决定要来试试看。这个演习是它会涵盖的范围是什么？老师怎样？有什么问题？我们是要演练地震还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当发生战争或者是灾难而导致必须要停水停电，然后我们要在家避难的状况。好，我们要在开始演练之前呢，做2个准备。我刚刚已经做了，就是把我们的浴缸放满水。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来确保我们家有足够的居家防灾用品。那这个部分呢，我在上个礼拜也帮大家准备好。我怎么准备呢？我找了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家里。嗨，你好。嗨，这位是郭书成里长，那他是汐止区湖心里的里长，他可以说是全台湾最在乎民防这一块的里长。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对，因为今天找他来，就是要为我们家做一个居家安全的健检。首先，防灾避难第一个要想考虑的东西就是物资。然后物资当然就是水和食物嘛，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食物开始。好，放在这边。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家的食物有哪些。这个能量棒哦，很棒，能量棒。它算是比较密度高嘛，然后热量密度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子。泡面类的。即食的米饭嘛。对对对，即食饭。它是不需要煮的，用沸水加热就可以。OK， 对，我记得慈济也有出，就是类似香鸡米那种东西，它也是可以直接用冷水泡，它甚至不用煮，它就可以就直接拿冷的就可以吃。对，冷的就可以吃的。一些饼干类，一些饼干，这个就是跟我小孩一起去挑，他就说这个他会吃，他喜欢的，就是平常会吃的东西，我们才会买。对，基本上这边都是你们喜欢吃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另外有一个柜子，好，是在这边。对，我们刚好餐桌的下面有一个空间，可能地震的时候，对，然后可能要躲在桌子下面，然后这时候如果房子垮，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拿食物嘛。是有2种说法，一种是要准备很难吃的食物，让你可以在防灾避难的时候，因为它没有那么好吃，所以你可以慢慢吃。比如说国军的口粮，它做的没有那么好吃，对，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要让它可以慢慢的吃它，他不会一想到好吃就把它全部吃掉。你说他故意做难吃？对。但是其实就我们一般的人民的居家避难啊，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它一定要是好吃，你平常会去吃它，你平常会去拿它来使用，对，你才能确保说你的每一个东西的效期都是可以食用的。没错，对，那我觉得这蛮重要的。这很多人会想说，我是不是去买一个营养价值很高啊那些？但是如果那些东西你不吃，你其实就很容易，人的惰性是最容易发生的，就放一放就过期。对，然后你反而在战争发生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真的吃到这些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重点也是要考量到防灾避难时候的需求。像我刚刚会问说那个东西要不要煮，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好，如果你当时是没有水没有电的罐头，我觉得它的很好的一个用处就是你就直接打开来就吃了。你甚至不需要开火，你不需要什么样其他东西。那很多时候如果在时间很紧急或者是避难状况很紧急的时候，那你就是需要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可能要大概预设一下
有水电的状况有哪些东西可以吃，没水电的状况下你有哪些东西可以准备。你们在干嘛？吹最后的电风扇。这没有用啦。我们刚刚应该要把冷气开到16度，然后那个储备。没有这样的，就是灾难不会管你现在。你不是有储水吗？我储冷气。好，我们现在已经断电了。那书上呢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检视我们现在冰箱里面有哪些东西。那当然如果真正断电的时候啊，你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冰箱打开，因为就是要让它里面不要降温太快嘛。但是像我们现在在演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冰箱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已经快要坏掉了。怎么了？你刚才把升温说降温。哦，我刚才对不起。好，改分多升温，所以你不一定要急着把你的冰箱打开，以免它升温的太快。但是我们演习的目的呢，其实是要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的冰箱里面有哪些东西。我很了解啊，你很了解。我很了解。我现在可以默写我们冰箱里面的东西。好，那你现在就开始默写，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直接来对照。我们3个分别默写冰箱里面的东西。这样不公平啦！这样不公平。没有，就是这样子。你们这就是演习，就是要看你们的成绩。太难了。然后还有那个，你可以写，你一定有吗？大家都是在写一定有的，不是在写一定有，是在写什么？我觉得他写的很好。你写了什么？你写了什么？你念。一大堆菜，还有肉，还有很多盒饭，还有优酪乳，还有冰块、冰淇淋、牛奶跟豆浆、起司，还有蛋。我相信，但它大致上有抓到一个印象。对，我们来对妈咪的答案，好不好？你第一个写豆浆，但是豆浆早上我喝完。牛奶嘛？牛奶有。杏仁米，这里有。美招健康，美招健康有。没了吗？你没了。你看，我没了。所以尽管是妈咪，她也是漏掉了非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没有，等一下，米这个糙米油。实际上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他是建议说要把冷藏里面的东西全部移到冷冻去，就是让他们集中在冷冻，因为冷藏会升温的非常快。冷冻的话，他们之间还能够互相保冰一阵子。好，你看这个演练就是让我们发现说，这些都是不需要的东西。冰箱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一下，把我们不要的东西丢掉。好，所以我们现在冰箱已经整理好了。没有冷藏，还有冷冻，还有冷冻，对。哇，这边也太漂亮了吧！对，哇，这边很赞哎。对啊，住在宜兰的好处。这样子的储水设备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它是几公升的，然后就可以大概测一下你们一天用的量是多少。当然，如果是紧急状况的话，它当然不会是像是你每天可以洗澡，所以你们就要去节制你们的用水。然后去确保说你们在7到14天的时间，这个水的用量是够的。但如果你是家里没有条件装水塔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放饮用水，或者是你知道灾难要发生的时候，你就是要拿你的水浴缸，或者是盆水桶装水，大桶子。对。然后
如果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要预想说，那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可以在哪边取水？对，那可以在哪边取水，我们就会谈到下一个东西，叫净水设备。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储水嘛，就是装水在浴缸里面，对不对？可是那个东西是什么？自来水，不是饮用水，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可以喝的水。为什么你还有一杯咖啡？我在灾害发生之前，先紧急泡了一杯冰咖啡。怎么那么好？这个是那个氯必净的净水器。我以为是只是普通的水桶。对，它不是普通的水桶。你看，听起来很像一搭一唱的叫卖艺人。它的组成就是有2个水桶，但是你看一般的水桶下面会有洞吗？不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桶子会是在上面。我们现在把这个桶子上面盖了一个有洞的盖子。哦，原来是这样。那它有洞，它下面也有洞，所以当你把它放上去，就可以对齐它们的洞。然后呢，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东西，它就是它的滤芯。水经过这个滤芯，那细菌跟那一些脏东西就会附着在这个滤芯上，就不会跟着水下去，所以我们下面就会接到干净的水，就是饮用水了。好，你看我们现在穿过来之后，然后这边把它固定起来，水龙头在下面，然后滤芯在上面。所以它滤出来是可以直饮的哦。没错啊，就是可以喝，就不管是多脏的水。真的假的？对，但是如果你要去除味道的话，味道就必须要靠活性炭。哦，所以那就要另外再加一个活性炭。所以它可能会是干净但有味道的水。有可能。对。那海水呢？海水不行，海水盐分太高了。海水必须要靠逆渗透的方式去处理。氯必净也有出专门在过滤海水的净水系统。我们应该要，但是那个一套要好几十万，是放在。通常它都要静置一阵子才可以有水跑出来。你看，还没有。那像这一种呢，它就是我们一般去登山啊，或者是在装在上面，对，行动的时候会用的滤水器，像是这个，你看哦，这个就是滤芯，这就是它的滤芯。然后我们只要把水，任何的水装到这里面来，但我们把水用完。3楼咯。哦，我觉得取水应该是最累的部分。那你要一次取多一点，我们就把它装满。好，围过来，然后打开这个盖子，好，把它挤到这个杯子里。哦，好像健身环的做果汁哦。再用力，先这样。OK， 好，先这样，我们先这样，先这样。好，是我要喝。怎么样？拜拜。不错哎，比一些地方的水都要。比那个。不用讲。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是我们家的即食食品。我们没有逼他做这件事。他逼我们，你不需要这样。上个礼拜我已经有请那个郭里长来帮我们看了一下，那他其实是大致上帮我们看我们有哪一些品项，在实际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大概抓一个人食餐的量，就是够不够，然后你喜不喜欢。所以呢，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等一下也会做一个即食料理。好，让我们来试吃。我想要试。接下来我们花了20分钟讨论家里的存粮。虽然放进影片里面会很无聊，但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正是整个演练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盘点了家中要常备多少生米，还有即食饭的使用时机，也思考了如何补充纤维和各种营养素。
令我意外的是，在盘点完之后才发现，我们目前准备的物资要让我们撑1个礼拜，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原本觉得自己只是乱买一通的我们，终于可以放心了。沸水煮沸15分钟。15。对，还要揉一揉。是哦，再打开，它就会比较好吃的水。它蛋白质14乘以3.4是多少？40几。40几。哇，很多哎！一罐有40几克的蛋白质啊，钠含量850毫克乘以3.4。哦，那也是蛮多的。对，是很适合囤积的食物。对啊。那吃酱菜当然也是可以啊，但是就很凤梨呀。我们的第一个防灾餐，味道是还算可以啦，但我们很庆幸晚上是要吃冰箱里面的食材，毕竟这样的练习目的只是要我们熟悉整个过程，没有必要太折磨自己。而且比起食物，家里断电还有另一件让我们更辛苦的事，那就是好热，很热，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非常考验的一点。你知道吃芦笋会让你凉，静下来比较凉。好啦，没关系啦。没关系。不是。哇，真的好热。我们要演练短暂复电，然后大家赶快看剧。对，短暂复电。短暂复电，然后赶快全屋开到16度，然后等那个电又没了。要这样浪费吗？不行，我开玩笑的，你不要去。哦，背很凉哎。烫水也可以。短暂复电。停电时没办法开冷气，这还能忍受，但连电风扇都没办法开，那就太痛苦了。这时候，如果家里有这台 Emilai 行动电站，那就太好了。它的界面很齐全，除了可以帮我们充饱必要的通讯装备，1500瓦的大功率也可以驱动家里所有的家电。因此，这1年来，我几乎每次露营都会带着它。当营地的插座太远，或是供电不稳，拥有自己的电力来源，可以让全家人都舒服很多。重点是Emilai的日系外形摆在家里也不会觉得很突兀。如果你想要入手这颗行动电站呢，Emilai有提供我们团购的优惠，点击资讯栏内的链接就可以享有折扣哦。我想问说，比如你知不知道你的附近的防空避难点在哪边？我今天是没有先准备这一题。我们先讲一下防空避难的原则好了。防空避难其实就是防止你被比如说飞弹炸到嘛。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找的是地点，其实就是第一个是地下室，地下室是最安全的，因为炸弹不会炸到地下室嘛。那第二个就是你的建筑体是有越来越多层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OK。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越低的楼层越里面越好，就是防空避难的时间，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很短暂的，所以你就是尽快的找到一个室内，然后有地下室找地下室，或者是有像钢筋混凝土的房间，或者像如果以这个空间来说的话，其实最好是可能是那个下面，你说或是那旁边，它有一个东西可以挡住你，避免你被震波或者是碎片打到这样子。OK。因为台湾的建筑物其实都有防震的那个功能，对，所以它的混凝土其实相较其他国家来说是坚强许多。那我们得去找我们这附近有没有地下室我觉得这样讲好了，就是你要想象的事情是，比如各个时间点你会在哪边？对，如果你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那你当然就是躲到1楼，然后有这个钢筋混凝土最多的地方去避免就好了。那比如像小朋友在学校，那学校附近或者学校哪个地方是比较适合避难的，或者在补习班哪些地方是需要比较好避难的，我觉得可以先去看一下。那我们刚刚讲第二个是防灾的避难点，或者是说收容点，那就是要过夜，或者是可能会去那边安置一段时间。对，通常是比如说你家被炸掉，或者是你在一个外地你没有地方可以去住的时候，那你就是到这个收容点。那收容点通常会是地方的乡镇区公所、学校，或者是它会在比如说运动场架设临时的这个收容中心。
所以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就可以下载这个消防防灾1点通，可以去下载这个东西，去看你附近的避难点。它也会有防空洞吗？对，像这个图示就是防空洞，就是我就可以往地下跑的。对，只要是有这个标示的，其实它都是任何路人都可以进去的。哦，它不是只有当住那边的住民可以进去。所以我们找到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要想说，好，你要徒步的话，你要带哪些东西？就是你的防灾避难包要跟你的防灾策略是有相对应的，它不能只是一个空想的。那它也会对于你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你第一时间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准备，它就会有很大的关系。在跟郭里长访谈之后，我了解到防灾的准备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在准备物资，而是在准备人。因为在灾害发生时，除了亲朋好友之间可以互相帮助，若是遇到战争，肯定伴随着媒体资讯的混乱。此时拥有可以信任、可靠的资讯来源也是很重要的。而这次全家人一起的游戏式练习，不仅让我们的防灾准备更进了一步，也让我发现，平常觉得只是在玩的登山和露营，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防灾演练。如果可以，我希望战争和灾害永远不要发生。但是到头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的准备，然后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